昨天有個小兄弟問我家的鴿子都被貓給滅了，為啥兔子都沒事兒？這是一門學問。可能那一隻貓對2隻腳帶翅膀的情有獨鍾，兔子還真的一隻都沒有吃。也有可能是打的洞太多了，遇到危險直接鑽到洞裡面去的。這小伙子還知道散土啊，這麼近不怕被發現了嗎？不專業。我發現兔子打洞絕對是專家級別的，打了這麼多洞沒有一個塌的，下暴雨都沒事兒，而且還不進水，這也是一門學問。等哪一天我抓到那只貓，我一定要替兄弟们問一下，他為啥只抓我家的鴿子？這小子太過分了，我現在真的是恨死他了，別讓我遇到。這2天我還特意觀察了一下，兔子的數量異常的穩定，不是在打洞就是在打洞的路上。這個家伙剛開始我還以為他被繩子給拴住跑不掉了，其實他是想把這個袋子帶去做窩，用我鋒利的镰刀幫他一把，順便看一下他把兔子生在哪裡。這種兔子吃的都影響我的智商。我把袋子給他之後，他叼在嘴裡面已經過去了半個小時，走的路還沒有1米遠，袋子踩在腳下，嘴上面瘋狂的扯，這能走路嗎？過了1個多小時，我過來看的時候，這個袋子還在洞口，這速度也太慢了吧。然後又開始了，這一次進洞不知道要多久，難怪貓都不吃它們，可能怕降智。然後這個洞口也很深吶，看不到，到處打洞。不過唯一的好處就是基本上不用操心它們會凍死會熱死，它們都有自己打的洞，冬暖夏涼啊，到處打都是洞。我估計有一部分洞都已經連通了，4通8達的，所以貓拿它們一點辦法都沒有。就是這個數量啊，和鴨子一樣，越來越多了。還好兔子特別安靜，沒有任何叫聲，這是最大的優點。最慘的就是我這幫鴿子了。昨天還有一個兄弟問我為什麼不能好好看着它們，散養的你說怎麼辦？我總不能24小時和它們同吃同睡吧？而且這些貓總是喜歡半夜悄悄作案，我們都睡覺了。我懷疑我之前那一只菊花頭雞就是半夜被貓給叼走了，沒有證據，咱不好說。以後我還要再養一只，真的挺好看的。發現了一窩傻鳥，別人家蓋房子在這裡堆了一堆磚，這裡面有一窩小鳥，帶大家看一下，就在這個位置，看到沒有？好幾只小鳥，走吧。希望他們出窩之前，這一堆磚還沒有被用掉。祝你們好運，再見。再來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下的網。有人跟我說下地籠子是違法的，的確是，但是我在自家池塘裡面下一個地籠子應該不影響吧？就像我抓自家池塘裡面的魚，哎，好像有一條很漂亮的魚，哇，有幾條小可愛，我們把它拿起來看一下。這麼漂亮的2條魚，怎麼鑽到我的網裡面去了？這幫魚都知道我不抓顏值高的，所以說放了吧，餵鳥，鳥也吃不了。去吧，哎，嘿嘿，還有這一幫漂亮的小螃皮，去吧。這一條怎麼不走啊？放生。剩下的這一幫魚對不住了，要成為喜鹊的早餐呢。才幾天不見，大家知道這3個家伙多大了嗎？來看一下，順便給他們餵早餐。3個大嘴怪，嘿嘿嘿，長得好快呀！現在羽毛都已經長齊了，給他們餵早餐。等一會兒再餵你3號，誰先吃？就你了。第2條餵你，張嘴呀！第3條給誰吃？你這個鴨子怎麼這麼能搶？就給你吃吧。來，給你1條，一直在搶着。好了，這是我的手。這個3號，哎呦，
好像都吃飽了，来，给你吧。刚刚抓那么多魚，一餐就吃完了，好像还没吃飽，還在叫。等一會兒再吃啊！馬上給他們煮雞蛋，雞蛋已經煮好了，他們好像又餓了，看一下。哦呦，差點把我手都疼了。因為現在天氣太熱了，也沒給它餵水，所以飼料就拌得比較稀。每天給他們煮了一個雞蛋，荤素搭配吧。你們看一下，他們三個長得快不快？羽毛都長齊了，尾巴都這麼長了。但是離學飛還有一段時間。體型越大的鳥，學飛的年齡越晚，因為它體重擺在那裡。如果說是小型鳥的話，像翅膀有這麼長，尾巴有這麼長的話，都能飛好幾米了。但是像喜鵲這麼大塊頭的鳥，基本上還在剛剛學走路，離出窩還有一段時間。這一下是徹底吃飽了。你們三個大嘴怪，早點長大。剛才有一個兄弟給我打電話，說小河溝裡面的水都乾了，讓我趕緊去撿魚。我過來一看，這大河裡面的水也不多了，趕緊去小河溝看一看。我這抓魚的裝備都帶着在的，走去看看。這裡還有人釣魚，這釣魚的大哥去哪裡了？沒看到人呢。管不了了，管不了了，我要去抓魚去了。這小河溝裡面的水去哪裡了？這怎麼可能有魚呀？上一次我在這裡不是還發現了好多黃鱔嗎？看現在這個程度，估計黃鱔都死了。這個地方看一下，哎，裡面還有一條小黃鱔呢。看一下這一塊石板下面有什麼？哦，這隻青蛙好醜哦。找了半天，這是唯一一個還有水的小水坑呢。看一下我第一網抓了個啥？一條鯽魚。還不小吧？先把它放到桶裡面，然後我把我的裝備放在這個位置，從這裡趕一下，看一下這一網都有什麼魚。哎呦，這裡的螃蜍好多啊！這一網全是的，全部都放到桶裡面去。第三網還是螃蜍。這個板子還挺多的，剛一網還跑了一條大的，這一條小的被我抓到了。魚真的挺多的，先給朋友說一聲。完了，剛給朋友打電話，手機欠費的，趕緊充個話費先。這是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剛領的4元話費券，充值快，秒到賬。點商城進充值中心或點評論區，就能隨機領2到4元話費券。現在有官方補貼，每月限領1次，這月初就該充話費了。領券充更省錢，抓緊去評論區看看吧。又來一條，更小了。就這個石板下面，鯽魚特別多。看，又搞到了一條，還有2條螃蜍。這家伙是黃骨魚，這黃骨魚也太小了吧！你又在這裡看熱鬧，來，給你吃。沒興趣是吧？先裝起來。又是一條小黃骨魚，放桶裡。這板子真的是挺多的。還有這個小螃蜍，隨便戳一網都這麼多，哎，不要了不要了，再來戳一下，不要給我上螃蜍的啊！哎呀，全是螃蜍呀，放了放了，還是螃蜍，這個螃蜍泛濫成災了是吧？我都不想要。哎呀，終於來了一個大板子，這是不是我剛才跑的那一條啊？這石板下面的貨還挺多的。再在石板下面來一網，看有啥？還是小螃蜍啊！看這是啥東西？黃鱔。哎呀，這東西我不想要啊，沒啥用，而且我不想抓它。趕緊走吧，剩下的全是螃蜍，也不要。
最後一網，看一下，全是螃皮，不抓了，不抓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20多分鐘的渔获，不少吧？给他們換上干淨的水，选几条带回去，剩下的全部拿到大河放生了。如果我不抓，再过几天水一干，他们还是会死。这就是我20分鐘的漁獲。小魚有70%我都沒抓它們，全部都放了，不然的話會更多。這幾條鯽魚我準備全部帶回去，放到池塘裡面，以後自己釣魚不就是有魚釣了嗎？剩下的全部放到河裡面。這家伙還不小嘞！這些螃皮有幾條還挺漂亮的，五顏六色的，我也選幾條帶回去養起来。你也跟我回家吧。看，桶裡面就這些，全部帶走。這些小的放了。遇到我，你們的運氣還不錯哦。不然的話，再過幾天不是被乾死，就是被其他動物給吃掉。我抓魚每一次大家都要問我，為什麼最後基本上都放了。抓魚只是體驗其中的樂趣，並不是為了吃魚。把我的裝備洗乾淨，回家。對了，你們這裡這家伙叫啥呀？我用普通話都不知道怎麼說。回家之後，把這些魚全部放到池塘裡面去。好了，你們都自由了。每次我發科爾鴨的視頻，總有人要問，為什麼這麼貴的鴨子，你自己不多搞一點繁殖，然後拿去賣，肯定很賺錢。哎呀，這家伙養幾隻我都招架不住了。今年我家鴨子下的蛋，我都送出去好多了，快遞費都花了好幾百。我都沒問朋友要，然後小科爾鴨也送的特別多，所以說我根本就沒打算賺這個錢，而且快遞費我還虧了好幾百。最近又有好多人找我要鴨蛋，鴨子還沒開始下來，等以後有了我會發視頻。再說想養這玩意兒的，一般的都是3分鐘熱度。今年我送出去的鴨蛋，很多人都孵化出小鴨子的，包括送出去科爾鴨。基本上多數都是養着各種原因都送人了，反正自己留下的比較少。所以說啊，要養的還是要慎重考慮一下喲。看，剛剛你們聽到那一隻特別吵的鴨子，就這個家伙跑了，躲在這裡嘞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我總感覺他最近和我的關係又不好了，畢竟又有10天半個月沒帶他出去溜達了，提着他出去轉一圈，免得都不知道我是誰呢。看，這裡又有一隻貓。這隻貓以前老是欺負我家狗子，導致我家狗子現在見到它都不敢動它。哎，上房頂了，鴨子飛了一下，直接給它嚇跑了。試了一下，這鴨子還可以吧，還知道追我。不過最後我才發現它是追着狗子去的。看，狗子回家了，然後它就跟着跑了，太沒良心了。然後給你們看一下啊，這個池塘裡面還有我2隻科爾鴨，前2個月飛走了，就飛到這個池塘裡面，也不知道回家了。看這裡有一隻，還有一隻在它旁邊，是2隻母鴨子，我也懶得管它們，它們也不回去了。以後有機會給它們放一隻公的，讓它們在這個池塘裡面好好繁殖一下。回來之後發現狗子已經在睡大覺了，鴨子肯定也跟着回來了，就是沒看到在哪裡。等一會兒再找一下，你們就說一下，就這幾隻鴨子都讓人招架不住啊。所以說不能養多了，也勸你們盡量不要養。之前朋友送我的一對苔血大頭虎皮，轉眼已經養了大半年了。因為它們的顏色太鮮豔了，所以說多數時候我放它們出來都是全程陪着，就怕被天敌給幹掉了。正好它們2個是一公一母，現在可以開始繁殖了。我覺得左邊這一隻尾巴比較長的是公的，塊頭明顯大一些。今天帶它們出來溜達一圈，把狗皮膏藥也放出來了。這家伙真的是個惹事精啊，走到哪裡都喜歡欺負其他的鳥，不管打得過打不過。母的又被它趕走了。這一隻公的虎皮不怕它，但是每次都打不過它。
這家伙肯定是嫉妒人家虎皮是一对，他是一只单身狗。你们在說什麼？這是真正的鳥語啊，我是聽不懂的。來，到我手上來，不要打架了啊！過段時間我給你拐一個女朋友回來，你趕緊自己去溜達一會兒啊！我們不需要培養感情了，去吧。我真的是服了這個家伙了，只要有一只虎皮鸚鵡飛到我身上或者站我頭上，它馬上就衝過來了。我看到它過來，我趕緊把虎皮鸚鵡抓在手上，藏在後背，這樣它就看不到了。它一直在到處看嘞，明明看到飛過來的，怎麼不見了嘞？最終這個家伙終於失去耐心了，開始啃土去了。好了，讓它自己玩一會兒。他們兩個在這裡嘞，形影不離呀，這是。除了被打的時候母的會跑掉，基本上他们倆都在一起。今天是最後一次帶他們出來溜達了，然後就準備掛繁殖箱，把他們關起來，讓他們好好繁殖下一代。本來我還想說，等繁殖出來以後，到時候小的虎皮送給粉絲們，想想還是算了。之前說送鴨子，餅都還沒畫完呢，雖然說也送了很多出去了，但是還有特別多的人想要，到現在鴨子還沒下蛋，所以說這個虎皮暫時我就不說這個話了啊。等以後繁殖出來了再說吧，再說。虎皮已經被我關起來了，終於想起你了啊！最近要拐一只母的回来，和狗皮膏藥配對，去哪裡拐呀？找朋友要啊！這家伙也單身了好幾年了，再不給他找對象，他都成一老頭了，所以說要抓緊時間了。而且這個家伙是我養過的牡丹鸚鵡裡面脾氣最好的，他每次飛回來都喜歡站到我手上，用頭撞我的手，讓我給他撓癢癢。而且不管怎麼整他，他都不會咬人，特別乖。就算給他嘴巴抓住，放開之後，他也不會發脾氣。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歡在我胳膊上面爬來爬去。哎，這不能咬啊！還好我皮厚，他咬不動。好了好了，過段時間就給你安排一個繁殖，希望到時候生一窩像你脾氣這麼好的。逮到了逮到了，這小麻雀吃的還挺胖的。剛剛你不是那麼活躍嗎？現在怎麼不動了？該不是我今年放生的那一只小麻雀吧？正在換羽毛嘞，這個家伙。翅膀上的羽毛還沒換好，尾巴上的羽毛正在發育。我也不為難你了，都是為了生活。這幫麻雀偷吃麵包蟲，偷吃小雞飼料，偷吃小米，搞得太嚴重了。今天終於抓了一個，捨不得我是吧？這幫麻雀每次給他們抓到之後，一臉無辜的樣子，這是偷麵包蟲吃傻了吧？趕緊走啊，小伙子，我又沒為難你。他在裝死嘞，以為這樣能騙得過我。我們這兩腳獸的智商不是你們能理解的。晃一下，趕緊走吧，我也不想拿你怎麼樣。嘿嘿，終於飛走了。我最近不是又買了3斤麵包蟲，準備回來餵鳥餵鴨子嘛，因為溫度比較高，放家裡有味道，所以就放在外面。好家伙，每天幾十隻麻雀在偷吃，然後我就搞了一個蓋子把它蓋起來，想嚇一嚇它們，結果沒用啊，每天肉眼可見的速度在減少。今天我說給鴨子再搞一點，結果發現基本上被它們給吃完了。剛剛我看到還有10多隻麻雀圍在周邊，你們就說找誰說理去啊？於是我就準備嚇一嚇這幫麻雀，借用狗皮膏藥的籠子，你就在這裡玩啊，不要跑遠了，現在外面很危險。把它籠子架在這裡，放一點小米，放點麵包蟲，然後就這個位置。等一會兒麻雀就會鑽進去偷吃，緊接着你們就看到了，有一隻傻麻雀鑽進去偷吃，不知道怎麼出來了，然後就被我給抓到了。我順便讓大家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麻雀到底有多少。我前幾天正好拍到了一群麻雀的視頻，鄰居家趁着最近天氣挺好的，在地上曬了一下稻谷，然後就來了幾十隻麻雀在這裡偷吃，只要是沒人趕它們數量越來越多，而且它們的膽子特別大，只要你不理它，不到10秒鐘，
馬上又飛下來了。今天的這個數量已經少了很多了，前幾天密密麻麻的，比這多了1倍。還好这個稻谷曬幾天就可以收起來了，要是曬個10天半個月，我想也不用收了，都被他們吃的差不多了。不過麻雀也吃昆蟲哦，它是遇到蟲子吃蟲子，遇到糧食吃糧食，所以說他們會優先吃我的面包虫，面包虫吃完之後再找別的。就這個數量，你們別說3斤面包蟲了，就是30斤也不夠他們吃啊，1個星期全部給吃完了。過幾天我準備再買6斤，放3斤在外面給麻雀吃，另外3斤我要藏起來了。所以說啊，這幫麻雀時不時的要嚇唬一下，然後讓他們回家報信，知道還是有危險的，不然的話他們太恐怖了。這狗皮膏药在這裡偷柿子吃嗎？今年的這個柿子好多哦。走了，你的任務完成了，把你關起来。這裡的柿子每年只要成熟都被各種小鳥給偷吃了，我們一個都沒吃到。剛說完就來了一只紅嘴蓝雀，看着啊，哎，紅的叼着就飞走了，讓他們吃吧，無所謂。這個暴雨從昨天晚上下到今天，到現在都沒停。我正在操心這個喜鹊的，就發現它了。看來淋雨還淋得挺開心的。本來它已經飛回家了，正在偷吃面包虫，結果我打一把傘出來，把它給嚇到了，又跑了。現在我叫它，它都不敢靠近。它現在正在利用雨水洗澡嘞，不然的話早都找地方躲起来的。你们看一下这帮鴿子，全都躲起来了。後面還有幾十隻麻雀，都在這裡。還有一隻比較聰明的麻雀，飛到家裡面來躲雨，順便偷吃面包蟲，正好被我逮到了。該不是我放生的吧？放生的數量太多了，搞不清楚了。現在帶出來把它放了，這身上一點雨水都沒沾呢。走吧，小兄弟。喜鵲還沒飛回來嘞。剛剛我在家裡面，隔壁的鳥哥跟我講，我的小鸚鵡掉到池塘裡面去了。應該是從這個籠子裡面越獄的，然後掉到池塘裡面去了，緊緊地趴在牆上。我要下去把它給救起來。這已經是掛在這個位置第2隻母鸚鵡越獄了，這是玄學。第1隻飛走了。這一隻如果不是隔壁的發現，它已經淹死了。把它帶回來和公的見個面。本來還說過段時間讓它們繁殖的，今天差點它就送命了。這一隻公的自從我把它帶出來訓練之後，每天玩得可開心了。現在看到他的老婆，他理都不理，一點興趣都沒有。搞個籠子把它給關起來，然後把公的也關到一起，讓他們培養一下感情。馬上準備開始繁殖了。現在天氣特別涼快，順便分析一下它越獄的原因。我估計還是繁殖箱被它咬破了。籠子取下來看一下，還真是繁殖箱又咬了這麼大一個洞，因為外面有一層網，它飛不出去，所以掉到池塘裡面去了。這個不要了，過幾天給他們買一個加厚版的繁殖箱，讓他們繁殖。順便趁着現在雨不是特別大，我看看其他的小動物。小野雞也在這裡躲雨，這家伙還不怎麼怕人呢。這裡還躲了2隻小兔子，都挺會找地方的哦。豬圈裡面也有，還有一隻鴨子也躲在裡面。這一隻兔子有點笨吶，被淋成落湯雞的，不過一直放在外面，這不是它經歷的第1場暴雨，沒啥問題。這裡還躲了一隻，哎，沒抓到。反應速度挺快的。這個豆芽和3號在這裡，好多人說都沒拍豆芽了。這家伙現在特別怕人，久了不盤就是這個樣子。不好了，新一輪的暴雨又要來了，而且我剛剛看到喜鵲飛回來了，趕緊回去看看。整點面包蟲倒在這裡，它站在電線上面呢，等了半天，它居然不敢下來，主動投餵。這才過去幾天呢，又開始怕我了。算了算了，下大雨了，你自己照顧好自己吧。走路，我也要回家避雨去了。有的時候還特別喜歡這種天氣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和我一樣的感覺？就算別人家的雞籠裡面1隻母雞都沒有，我家大公雞
每天都要過來打卡。鄰居家最後一只母雞也被下鍋了，籠子裡面空空如也。但是我家大公雞每天都會過來，的確不是為了吃的。待在這裡還有意義嗎？裡面什麼都沒有。總感覺大公雞這幾天有點憂傷啊，畢竟相處了這麼久，雖然說隔着籠子，但是好歹能見面呢。現在一隻都沒了。我把它拽回來，走到半路，它好像聽到另外一家有雞的叫聲，追過來了。這就對了嘛，是吧？該吃吃，該喝喝，你又不會被下鍋，怕啥嘞？它好像已經找到目標了，這裡躲了一隻母雞。我怎麼什麼都沒看到啊？它眼神這麼好嗎？的確有一隻母雞，但是它太粗魯了，把那隻母雞給嚇跑了，想回家又回不去。走，我們先看一下他們家養了多少雞。裡面好像有4隻，全是公雞，公母還分開了嘞。這可能是他們家唯一的一隻母雞。不得不說，我家這隻大公雞追母雞的速度太慢了，過了這麼久，它才轉過來。我怎麼感覺它好像對母雞的興趣不是很大呀？的確是，直接繞過了。它對別人家那隻母雞沒什麼興趣之後，我就把它給拽回來了。你們猜一下，這貨回來之後對什麼有興趣？剛剛不停地圍着車子轉圈圈，因為狗子剛剛躲在下面，於是我就強行把狗子給拽出来了。然後大公雞好像發現了獵物一樣，瘋狂地追狗子。狗子也不反抗，它也不跑快點，最後直接把狗子追到家裡面去了。我只能出面調停咯。最後肯定是把大公雞關起來呀，人家狗子又沒錯。明天不許欺負狗子啊，天天欺負狗子過分了，關起來吧。別的科爾鴨一天到晚都乾乾淨淨的，這個家伙特別喜歡在臭水溝裡面，看着髒的，本來是純白色的，髒的沒辦法看呢，所以只要被我看到的，肯定要把它丢到池塘裡面洗一下，讓它找回一點自信。丟個鴨子的功夫，被這家伙看到了，追過來就咬我的腳，別說還挺痛的。這貨這一次換完羽毛之後，你們還認識嗎？這就是3號，太醜了，我最不喜歡這個顏色。那有什麼辦法呢？再醜也是自己養大的，是吧？只能忍着。順手再撿個鴨蛋，過這麼久，鴨子終於又開始下蛋了。撿起來一看，秋季的第1顆蛋是破的，不過破的範圍不是很大，可以修補一下。如果遇到這種蛋破的一點點，可以用膠布給它封起來，把這個破的位置給它封好，不漏氣。基本上蛋正常的話，可以孵化出来。我之前就孵化過，之前这一顆鴨蛋情況也是一模一樣的，我用膠布給它封起來了，而且封起來之後我就放到孵化器，20多天我都沒看有沒有受精，我都不知道。突然有一天我打開孵化器，我發現它自己着殼了。我是把大頭給封起来的，結果它從小頭着殼。當時這一顆蛋着殼過了2天沒什麼動靜，於是我就手賤的給它輔助了一下。这個輔助一般的要根據實際情況、自己的經驗，還有它吸收的情況。這又是3號的孩子，這個家伙挺堅強的，蛋都破成這個樣子，它還能出殼。當時就在我手上，它自己從殼裡面鑽出來了，吸收的還挺好的。這種情況我們不輔助，它有很大的概率會死在殼裡面。因為科爾鴨的孵化和其他的是不一樣的。把膠帶給扯開，看一下這一顆蛋當時破的地方，就這裡很明顯看到破了一大塊。所以說這一只鴨子真的很堅強，養了一段時間之後送人了。這一顆蛋如果是受精蛋的話，大概率也能孵化出来，不過一般長期不下蛋，一開始下了幾顆蛋，受精的概率很低。等過幾天我看看吧。把蛋放到孵化器去找一下大公鸡，
天天都往別人家跑，抓回去關起來吧，太過分了這貨。天氣又好，糧草又充足，把母兔放出來溜達一圈，總要出來見見世面，搞搞社交啊，也不能天天除了生兔子就在生兔子的路上，是吧？別說還是放養兔子肥呀，看這家伙胖的。哎，猛禽來了，剛從這邊飛走。這動物的警惕性是真高啊，全躲起來了，影響不大。把這幾個小家伙也放出來見一下父母，他們的父母肯定都不認識他們的。我養這麼久了，兔媽正在識別小兔子的身份。哎，這真不認識他，在揍他。咋啦？這一只是撿的嗎？另外幾只兔子都不打，專門盯着他揍。這家伙長這麼大，哪見過這種大場面呢？以為自己要丟命了。平時正常情況，如果我這樣抓他的話，他就會反抗。今天任我拿捏，主要是受到惊吓了。現在知道社會上的水有多深了吧？你小子也是受委屈的啊！走，帶你去吃一点我刚買的兔粮，買了好多。最近我的口袋裡也是富裕的，因為我那台20年雅阁車放瓜子賣的，賣了10萬，瓜子比车商給的價高了10%。为啥賣這麼高？因為我在瓜子賣給了個人，沒有中間商低價收加價賣，被中間環節吃掉的錢回到了買賣雙方的口袋裡。聽說買家也省了不少錢。你們如果要賣車，我強烈推薦瓜子，賣給個人價更高。完全沒有恢復啊！我給他放到地上，他耳朵都收起來了，這是他進入了一種自我保護的狀態，以為這樣敵人就看不到了。但是他完全低估了他媽媽要揍他的決心。要是其他動物這麼追小兔子，我早都把小兔子藏起來了。但是這是兔媽在教育孩子，我們也不要過多的干預，但是也要適可而止，別把小兔子給嚇死了。其實兔子膽子特別小，很容易受到驚嚇，直接暴斃。來，安慰一下你，這狀態沒啥事兒。這小子今天出師不利呀，今天這天氣不適合你在外面玩。關鍵他的另外2個兄弟都在這裡吃草，一點事都沒有，就他一直在挨打。不過現在的狀態已經好了，只要他開始在大口幹飯，說明他特別放鬆。讓他們再吃幾口，關到籠子裡面曬。我總不能一直在這裡看着他們吧，而且是別人的家事兒。最近我家兔子不是生了那麼2窩小兔子嗎？有好多兄弟建議我可以賣兔子致富。大家都覺得我家兔子顏值很高，但是就我這養幾隻兔子想致富，可能會把自己餓死。而且我們這邊屬於偏遠山區，這個小動物基本上送都送不出去。我自己是真的特別喜歡養各種小動物，但是对這個賣小動物發家致富來說，的確是沒啥興趣。我就這麼幾隻兔子，每年都會讓它們繁殖那麼2窩，然後有附近兄弟要的話，都會送給他們。其實好多粉絲都把地址給我發過來了，或者要買，或者讓我送的，沒辦法運輸，只能說你自己過來拿，或者比較近的話，我給你送過去，就這2種渠道。那些比較遠的兄弟給我發信息的、留地址的，我都沒回消息，實在是太遠了，沒辦法。前幾天我給他們換窩的這一窩小兔子，睜眼了，這只黑色的是真好看呢。從明天開始斷崖式的降溫了，今天把這幫小動物全拿出來曬曬太陽。這4隻就放這裡面，我要把上面蓋一下，別等一會兒被貓給抓走了。把這一隻總是挨揍的小兔子先關起來，第一次出來就挨打，真是個悲劇。如果要賣車，我推薦瓜子，賣給個人價更高。完了，這個國慶節一直把大公雞給放着，我發現它對我的感情淡了，以前看到我就衝過來，現在看到我第一反应就是跑。這是怕我招待客人把它給炖了嗎？也不對我打鳴了。在大公雞站的這個位置，我還撿到了一個葫蘆。今年我種了好多葫蘆，結果葫蘆都長這麼大了，葫蘆藤全被兔子給咬斷了，全軍覆沒啊！今年一個都沒有，都沒成熟嘞。不過此時此刻，我只關心大公雞對我的感情為什麼突然淡了呢？就算不對着我打鳴，好歹來個鐵山靠啊！現在鐵山靠也沒了，不行，必須要讓它上個手，看一下站在我手上還打不打鳴。已經架到手上了，還是這麼重啊！來兄弟，來一嗓子啊！
給個面子行不行？還可以，站在手上打鳴這一點一點都沒變，就是這個爪子上面全是泥，太髒了。用它的羽毛擦一下，一點面子都不給呀。我去洗手。我洗完手回來，发现大公鸡在和兔子打架，這誰先動的手啊？畢竟這是兔子的領地，但是大公雞也在這裡待了好幾天呢。這個兔子是什麼戰術啊？一直在轉圈圈。塊頭小，特別靈活，但是塊頭有懸殊，在大公雞的面前只能落荒而逃。今天早上我發現有一隻兔子在這個位置打洞，不知道它這個洞打到什麼程度了。來看一下，就這個家伙。本來之前我都把它給關起来了，這2天又把它給放了。今天早上就在這裡一直打洞，該不是要生小兔子的吧？來，把它抓出來，我看一下洞打到什麼情況了。它的无影脚差點把我給踢到了，先用一個陣法把它困在裡面。旁邊還有一隻兔子也在打洞，不過下面都是水泥，我不操心。一早上又能打多少嘞？還好，這個洞不深，我相信它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然後把這個家伙給放了，它正在果洞的上方。這個果洞可能以為有獵物過來了，一直盯着看呢。要遠離這個家伙，太危險了。哎，大公雞跑哪裡去了？在這裡。最近這幾天把它放出來之後，它不仅对我愛答不理的，而且從來不找別人家的母雞了，就在家門口晃悠，挺好的。我覺得這可能是它對我沒興趣的主要原因。只要是不瞎跑就可以了，我不怎麼操心。然後好久沒有出太陽了，它正在曬太陽了。行吧，讓它自己玩，我也出去溜達一圈。連續2天，因為外面下暴雨，把這家伙帶回家躲雨。這一次的暴雨更大了，所以說啊，離得近，關心它還是挺容易的。就這暴雨，如果還是這2天一樣，父母都不管它，那它肯定是沒了。也不知道放生的其他的鳥今天過得怎麼樣，這下暴雨也沒有回家躲雨。這次雨真的很大，把這個家伙先放到保溫箱。離那一場暴雨已經過去了3天，這2天很多人都在問他是不是已經掛了。他活得好好的，而且嘴巴越來越大，越來越能吃，已經試圖把我的手給消化了。還是給他整點西紅柿吃一下。這種鳥特別喜歡吃水果蔬菜，每年到了冬季沒食物的時候，一群一群的把別人的油菜葉全都吃光了。之前我給大家拍過，所以說到了冬季，別人都会在地裡面下藥，都不知道要毒死多少。雖然這東西繁殖的挺快，但是別人毒的也多啊。哎，這個沒法說。這2天很多粉絲都在關心它是不是已經沒了。你們看看，就這食慾，它能沒嗎？一般這種幼鳥，只要是它食慾好，精神狀態好，基本上就是沒什麼問題的。稍微注意點細節就可以了。這胃口有點大呀，吃完了把它帶走。因為這2天我發現放生的那一隻紅嘴藍鵲回來了，很危險。我都已經半個多月沒看到它了，昨天突然一下就回來了，嘴巴和腿都已經開始變紅了，羽毛也換了不少，就是有點怕人。這玩意兒回來也挺危險的，我記得之前給它放生的時候帶到好遠的地方放了，難道花了半個多月才回來？它一回來，其他的小型鳥都要小心了，比伯勞都強悍。我剛剛用面包蟲測試了一下，它挺怕人的，野化的還可以。等有時间抓住它，給它帶到遠一點地方再放。面包虫給土花没吃吧，它正在別人菜地裡面刨土嘞。看着啊，我要讓它長個教訓。這小子還抓不到嘞，這樣它就會知道兩腳獸是很危險的。好像又跑這裡來了，2隻都在這兒。這個家伙傻乎乎的，只要一伸手，他就讓我給他挠癢癢。反正都野放了好長一段時間了，希望早點野化。這偷鞋的狗在這看啥呢？等一會兒就要挨打。午睡的，不說了。